的教会，一个是安提阿，一个是罗马教会。安提阿是差派保罗出去做宣教士的那个教会，罗马是就是圣经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的那个教会。他们怎么成立的呢？他们不是使徒们，他们在使徒们去之前就已经相对很成熟的教会了，很成熟的教会。安提阿和罗马都是这样的。他们怎么建立的呢？就是这些人，这些在耶路撒冷他们见证了经历了圣灵降临，他们回去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其实也给我们提供的圣经告诉我们，天下各国的人都要看见，都要听见我们神的聚会，都要见证听见我们神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那我们在这里再回到《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读完这些人什么反应呢？你们听到的时候，这些人有什么反应呢？他们第7节说，他们又惊讶又惊奇，是吗？然后第12节他们又说他们还在惊讶迷茫的时候，然后13节，另有些人他们讥笑说，这些众人的反应，惊讶、惊奇、迷茫、讥笑，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反应，众人大概2种反应。一种呢就是惊讶、惊奇，另外一种呢是讥笑、迷茫。对于第一种反应呢，就惊讶、惊奇呢，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行完神迹的时候，然后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说，大家什么反应呢？他们又惊讶，他们有个惊讶、惊奇，你们记得吗？他们很惊讶，怎么这事情发生了？耶稣是用摊子下行走，也很惊讶。或者在使徒行传也是一样，当使徒们他们行完神迹之后，众人反应也是惊讶、惊奇。这种反应呢，就是意味着这些人，他们相信，他们意识到这些神迹里面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大能，他们意识到某种超然的能力运行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他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他们问题是这样，在这边我们的人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什么呢？当耶稣叫一个摊子从起来行走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只是意味着说耶稣他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人？仅仅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看见一个神，这意味着什么？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他们不明白，这些人是这样子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原文里面，就是这是读希腊文的好处，就是原文里面它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看起来好像是形容词是吧？惊讶又惊奇，好像是形容词，但是在原文里面都是动词，而且这个动词呢都是一种进行时态，也就意味着说他们这种进行时态呢因为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嘛，但是这种进行时态是比较少用的，很少，但是特别用的时候，比如我们要注意，作者要强调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就是这些人就是他们持续的惊讶，持续的惊奇，这些意味着其实圣经作者告诉我们，当世人面对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这些作为的时候，他们这些神迹，这些事情呢，一直在搅动人们的心，让他们做出回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向别人做见证，当我们去宣讲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圣灵会通过这些事情，持续的在那里让人惊讶和惊奇。可能就是那时候，然后他们过了，但是之后他们会想起来，圣灵会持续的在他们心里面动工。另外一种反应，他们迷茫，他们讥笑，你能感觉到这种态度的不一样。实在是这样的，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或者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就当耶稣的敌人，就敌对耶稣的人，他们
看耶稣的行的神迹，就像法利赛人，或者就是福音书里面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文士，他们看使徒们行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就迷茫，他们用的那个词就是迷茫，他们就讥笑他们，所以他们想尽办法用合理或者不合理的理性呢去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所听到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就是他们是被新酒灌醉了，新酒灌醉。同样，他们的他们的迷茫，他们的讥笑也是进行时态，这意味着这些人他们持续的这么做，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持续的用合理不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合理化他们所看到的这些彰显神大能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的事情。当我们去传福音时，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持续的，当我们谈一些事情，他们持续的用他们的理由，用一些理由来去合理化解释他们所听到的，就像很多人，就像现在特别很多人用科学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科学正确的应该是他们去解释上帝美好奇妙的有智慧的创造，是吗？而不是用来去否认神、一样神的结果。不是，科学不应该是用来把神赶出这个世界的结果。但是那些不信的人，我发现他们持续的这么做，或者我们可以，如果一个人持续的不断的用合理化的理由来解释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的心还是在不信的状态。但是不管疑惑或者他们怎么解释，上帝有他的解释。对一件事情，对发生的这件事情，上帝有正确的解释。我们要知道，如果神迹是神带来的，那么只有神迹的作者，只有行神迹的人的意思是，能够为这件神迹带来正确的解释，能够告诉我们它的意义是什么。就好像只有那个小说家什么，只有那边作者一篇文章的作者很清楚的告诉你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神透过彼得的口，向那些惊讶的人，向那些迷茫的人，讥笑的人来宣告圣灵降临的意义是什么。第14节我们读到说，彼得和11使徒站起来，他高声对众人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你们应当明白这事，也应当留心听我的话。”彼得在那里就是用一种就是命令吩咐的语气，你们应当留心，你们应当明白这些事，也应当留心听我的话，就是因为在那里彼得很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彼得很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所以他是一种像一种命令式的口吻来跟他们说的，你们应该这么做，应该这么做。其实杜家也给我们一些暗示，彼得在那里所讲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充满他说出来的话。因为那里说，这里面就是14节说，他高声对众人说，彼得和11门徒站起来，他高声对众人说，在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动词，在原文里面不是站和说，而是
高声和说。那我刚才说过，高声的意思是提高他的声音，提高他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跟之前那个圣灵来临的时候带那个声音是一致的，所以这意味着当保罗提高他的声音的时候，这意味着圣灵掌管他。我告诉大家，圣灵充满降临的时候，在这个经文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显明。所以彼得提高他的声音的时候，就是圣灵掌管他，圣灵充满他。然后他说这个词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很最终呢很普通，但是在原文里面就是这个词呢，跟2章4节那里说，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我们知道口才在这里有被我们翻译成就是名词的嘛，但原文里面是一个动词，就是圣灵让他们说，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当他们在那里讲方言的时候，是圣灵让他们说，然后当彼得在这里站起来说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词，就是跟其他的，就是比如说耶稣说或者其他人说，这其他地方不一样，是很特别的一个用词，所以你知道它是一致的，连在一起的。然后要强调，彼得在那里说的时候是圣灵，就像圣灵赐给他们方言一样，是圣灵赐给他们。而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话，也是圣灵所赐的言。要解明，要告诉当时的人，其实那个意义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在这里说的不是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种从人来的解释，那是从神而来的话语，从神而来的解释，这是我们应当明白、应当听的。那我们一定会很好奇，说彼得到底讲了什么，是吗？彼得讲什么？那在接下来，其实到这2章的末了，差不多，彼得在整个长长的讲论里面，他讲了2部分，来解释这件事情，圣灵降临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他要谈到的是他应验的旧约的预言，我们接着马上会谈到。然后接下来他谈到的是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而成就的。彼得说，因为耶稣死了，他复活了，到神的右边，然后神使他到神的右边呢被高举，然后他领受了应许的圣灵，然后降下来。这是跟耶稣的死和复活连接联系在一起。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会更多谈到彼得说的应验旧约的预言这件事情。但第二部分我们会暂时略过。其实我之前也谈过，圣灵降临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固定的事情，它是跟整个的福音的耶稣的故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圣灵降临的意义，首先是它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那在这里彼得他引用的是约珥书2章的经文，约珥书2章，这是旧约里面最清楚、最直接谈到圣灵要赐下圣灵的经文之一。那当然，那里面说，所以彼得首先说，你这不是你们想的，我们后追的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这是耶和华先知所说的，神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交换给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青年人要见异象，领导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也要把我的灵交换给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上显出神迹，有水，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将变为黑暗，月亮将变为血红。在主伟大显赫的日子临到以前，这一切将要发生。但是凡求他做人都要得救。那在这里，在耶尔先知的这个预言里面，特别谈到，就是末后的时候有2个阶段，那个时间，你们要注意那个时间，2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是一开始是那样说，在末后的日子，那个日子呢，这是一个就是复数的，所以就是末后末世是很多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末后的日子。那另外一个时间呢，是在主伟大而显赫的日子，那个日子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单数，是那是一个终结，一个终结。所以在这里面，第二先知看到就是末了是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末后，一个是末后的日子，一个是最后的一个终结，最后的一个终结。其实我们今天站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是站在末世这里，那我们知道，就圣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步一步的，神是透过圣经是一步一步的给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是吗？他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大卫，以色列大卫，是吗？然后一步一步应许，然后耶稣基督来，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更越来越清楚的明白他们的心意，是吗？所以在旧约的那个先知里面，他们看就是未来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好像看就是在我们是我们有一个特别是我们活在这耶稣基督降临之后，所以我们看得更清楚。他们看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他们不是站在就是山，有几座山是越来越高的，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所以他们我们站在这里，如果我们是站在这里的话，他们大概站在这里。然后呢，未来还有一个就是上帝的那个途径里面最后的终极。所以他们在这里看在这里看到未来的时候，所以他们看这一点跟那个呢是连在一起的，知道吗？但是耶和先知在这里其实给我们很清楚看到它是分开的。所以就是你看，如果我们在这里看，比如说在这里看后面一个点的话，从这里看的话，那就直接看到那里，我们看不到后面这一部分，是吗？对。但是我们站在这里，我们很清楚。但是约珥呢，在这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有两神的计划里面末世。所以耶稣两次再来，这是犹太人他们他们看不太清楚的，那在这里面很清楚，在末世的时候，神要交换他的生命，手给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圣灵不是给所有的人，是给特别上帝拣选的人，一些领袖来讲，不是给所有人。那而且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有神迹奇事，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旧约很清楚的预言，圣灵降临，很清楚。那关于旧约的应验呢，其实不仅旧约的先知约珥谈到了，或者彼得在这里谈到了，他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其实还有，我们要知道，还有圣灵给路加的启示。我们要知道，透过路加的记载，圣灵的降临也应验了，或者成就了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刚才说，在整个圣灵在这个圣灵降临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方言，是吗？这语言是就是很清晰的显明出来。你们知道，就是圣经哪个地方还谈到关于语言的事情？还记得吗？巴别塔的事件，是吗？那时候的人聚集在一起要干什么？要造一座高塔，是吗？然后要干什么？要传扬我们的名。我们知道那是人类背叛神、抵挡神的一个顶峰。然后那是在创世纪11章记载的事情。到之后我们知道，圣经开始转向12章，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是神呼召亚伯拉罕。所以当我们那是一个救恩计划的一个开始，
救恩计划的一个开始，神救恩或者说神救恩历史的一个开始。那当我们理解这个救恩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是圣经不是从12章开始给我们讲，圣经是从创世纪1章开始给我们讲。还有，其实1章到11章是我们理解神赐下救恩，神呼召亚伯拉罕一个大的背景，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整个堕落的世界，整个抵挡神的世界，是神赐下救恩的大的背景。这为什么赐下救恩？因为人堕落了，人背逆神，神要使他们回来，神要使他们回来。而在巴别塔的森林里面，神颠乱了他们的眼睛，所以他们原来是都明白，互相明白的，但是巴别塔事件之后，他们都互相明白了。所以今天对很多学英语的人来讲，真的很痛苦，都是因为巴别塔惹的祸。对，但是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件事情逆转了，神借他的儿子耶稣逆转了人类的悖逆，恢复了人类的合一，而那个合一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成就的。所以我们看圣灵降临时间，那是旧约，或者说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完成。神呼召亚伯拉罕，如果是一个开始的话，那么创世纪其实新加坡的章开始是连在那个创世纪11章的巴比塔事件，那是一个完成神救恩计划的一个完成。OK，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完成，但是还一直在完成。